运球就看 Uncle Joe， 战术就学 Coach 陆。大家好，我是非官方鲈鱼双胞胎兄弟 Fish 陆，欢迎收看我的频道。我的宗旨就是让热爱篮球的你每天都能长球。在 NBA 强队如林的赛场上，有许多优秀的天才球员，他们有着无与伦比的身体素质。而在当今 NBA 小球时代，前锋成了一个举足轻重的角色，尤其是身高2米多一点，小前锋在比赛影响力更大。一个优秀的小前锋几乎可以胜任4个位置，除了中锋以外，还可以带球突破、组织进攻、抢断、抢篮板，在内线有一定的防守能力，有时还需要承担组织和协调进攻的任务。小前锋的活动范围比大前锋大，能游动于任何位置。而当今 NBA 最全能的前锋当属勒布朗。虽然现在联盟里有很多优秀的小前锋，但巅峰时期的勒布朗，无论得分、传球、篮板还是防守，勒布朗的能力都属于顶级。但在勒布朗之前， NBA 历史上最全能的前锋当属于大鸟拉里·伯德。但是很多人没有经历过伯德的时代，也不清楚这名球员到底有多么强，只能通过那不太清晰的录像来感受他的强大。那么这部影片，鲈鱼就为大家深度分析拉里·伯德的全面能力。红衣教头阿尔巴赫曾说过，数据是最不能说明伯德能力的玩意儿。那么我们就先从最不能表现他的能力的玩意儿来看。伯德的职业生涯例行赛和季后赛基本都是场均24分、10篮板、6助攻，是3项数据都进入历史榜前50、前75、前100的球员。但这样的场均数据也是因为1989年他悲伤之后状态下滑拖累了一点。实际上他在新秀赛季就可以拿到场均21分、11篮板、5助攻的数据。1983至88年的巅峰场均24分、10篮板、7助攻，29分、11篮板、7助攻，26分、10篮板、7助攻，29分、9篮板、8助攻，30分、9篮板、6助攻。这其中还包括连续4个赛季的投篮命中率 50%、3分命中率 40%、罚球命中率 88%。看完这组数据，你可能会感叹拉里·伯德技术的全面性，但是你可能还没有意识到他有多么全面。无论是模糊位置的能力，还是填满数据栏的能力，拉里·伯德都算得上是顶尖的。那么接下来我们就一点一点来说。首先是他的投篮，出手快，弧度高，不好封盖，而且伯德的投篮是无死角的，从篮下到3分线，哪个区域伯德都能投进。他可以后撤步3分，可以背身后仰跳投，可以在2个人围堵下命中绝杀球，可以在重心未稳情况下命中超远3分。其实他从1979年之后，右手中指就受伤了，无法弯到90度，也无法伸直，所以也就是说，他那些神话投篮都是一只伤手指投出来的。再有，麦克海尔1986年说，他曾经一下午看伯德投进了10个跨场投篮。在所有生涯场均20分且出场过500场的球员里，库里的3项命中率之和是 181.9， 高居第一，伯德则是175，荣膺第二，再往下是德克的 173.4。 至于有人说认为伯德3分球能力不行的人，你得知道伯德可是出生在平均3分命中率只有 20% 的年代啊，而人家伯德多个赛季3分球的命中率都达到了 40%。 在80年代，大部分教练的战术板上甚至都没有3分线，所以伯德的命中率一定是属于天花板级别的。由此可见，伯德的投篮能力究竟有多强。当然了，他的投篮姿势就没命中率这么好看了。他的传球能力，一个小前锋职业生涯场均6助攻就足以说明问题。传球是他比赛中最炫目和最独特的部分。他的传球中最被人们津津乐道的是他的长传和二传。乐福曾在14年的时候说过，我每天都在看80年代拉里的录像学习长传技术，现在连皮毛都没有学到。如果你了解乐福的长传是多么优秀，你就可以想象能让乐福说出这句话的人是有多么恐怖。乐福的长传大多是双手，而伯德的长传多数为单手长传。相比于一般用双手推出的长传，伯德的长传前腰更小，穿透力更强，
更不容易被截断，但是同时也更难掌控力度和精度。而他的二传也神乎其神，不同于其他2个大个顶尖组织者魔术师和勒布朗，他们大多数情况下都是空位打法，在弧顶调度组织，而博德则是偏向于一个射手式的无球游动式的组织，即拿了球就传，绝不会持球半换，而不是拿球20秒最后再传出去。再凭借超乎寻常的视野，融合自己的无球走位威胁，在穿插跑动中观察对方阵型的改变，最后拿球一传见血，创造奇迹。如果只算半场传球的话，博德的能力是历史最顶级的。他的小球技巧包括假动作、运球、低位背身单打、无球走位、面框3威胁等等，在这些方面，博德毫无疑问是顶尖的。在整个篮球历史上，很难找到能和他齐平的选手。他的假动作和真的几乎没有区别的。当然，有一部分原因是他那妖娆、诡异而且不那么好看的投篮姿势。他的背身非常被低估。他、魔术师和乔丹基本是史上最好的背身技巧专家，步伐华丽，能从各种角度翻身投篮，能用左右手随意投。无球走位，雷阿伦就是在大学时期每天看拉里伯德的录像带，才逐渐练出鬼魅的无球走位步伐。他的篮板，职业生涯场均10篮板，206公分的白人小前锋，不太能跳，职业生涯每场10篮板，想想就恐怖。他的篮板基本是靠意识来抢。博德抓篮板的可怕在于2点：一，双手结实；二，找落点准确。1981年总决赛，博德6场场均15个篮板，尤其头2场各21个篮板。如果非要说博德的弱点，那么可能就是在防守上了。其实博德的身体天赋并不是顶尖的，因为身材高大，所以在速度方面自然是有些逊色。博德在防守一些身体素质爆炸的爆发型速度流小前锋时，就会显得力不从心，速度跟不上，常常需要麦克海尔来补防。但是人家对位的并不是这些啊，防个4号位什么的还是毫无问题的。毕竟博德曾经斩获过3度年度第2防守阵容。要知道巴蒂尔也才2次年度2防。博德对于球路的判断力极为精确，位置感也很强，再加上一些隐蔽的小动作，博德的掏球能力一直让对手大感头痛。他绝对是史上最好的无球防守者之一。他的领导力和精神力，你见过让对手为其加油的 NBA 球员吗？由于华丽的篮球技巧，一次又一次的创造奇迹，博德动作中的情绪总是可以感染到对手，让对方板凳席上的球员为他加油喝彩，狂欢庆祝。只要博德人在场上，那么他一定是全场的中心，他就是球队，他就是球场。这就是拉里伯德，一个是球商和技术达到极致的球员。或许他无法像乔丹一样腾空飞舞，也无法像勒布朗一样碾压对手，但他却可以用有限的天赋撑起绿军13节的荣光。恢宏大气，宗师气派，形容拉里伯德并不为过。做博德的队，3次投篮，11次运球，就在29分钟内得到60分，可以于剑拔弩张、兵临城下的西部决赛里果断地投进11记3分，可以投进破历史纪录的单场14记3分球。如果有这样的一个球员，那一定是我在做梦。但是自从克莱·汤普森这名球员出现后，这一切都变得顺理成章。在克莱没受伤之前，现役分位提到的得分爆炸力，克莱说自己是第2，没人敢说第1。201公分的身高，聪明的无球跑位，极快的出手速度，投篮很难被干扰的历史顶级射手。虽然他的绝对速度和弹跳不是一流，但有身高有脚步，是可以从1号位防到4号位的联盟顶级侧翼防守者。日渐增长的直球突破能力，出色的中距离跳投和篮下终结能力，可以错位背身单打对方的不沾球的全能得分手。大心脏，冷静，意志坚定，球风扎实，投篮姿势教科书，打球干净的球场好好先生。这是一名怎样的球员，怎样的人呢？勇士主教练科尔曾经这么评价过他：如果能重来，我想成为克莱。或许科尔这是在变相的告诉我们，克莱是佛祖，他早就参透了浮生万物。这部影片，鲈鱼就带大家分析佛祖的投篮为什么这么强。
克莱无球跑位创造空间的能力非常强，克莱是非常善于利用队友的挡拆及自己的走位甩开防守者的球员。就像这里，他会突然启动加速，朝提供挡拆的队友的身后跑，在有足够大的空间区域里完成投篮。球场如战场，机会稍纵即逝。除了精妙周密的战术安排外，球员的临场发挥与阅读场上局势的能力是战术执行成功的重要因素。而克莱就是能保证战术成功的非常聪明的球员。作为历史级别的投篮高手之一，克莱如此神准的原因不仅在于他超强的无球跑位能力，也在于他和库里一样，可以完美的解决在投篮前的一切准备动作，让自己保持随时都能出手的状态。像一般的投手，有时候在不舒服的情况下接球，会通过一次运球重新调整自己的姿态再完成出手。但在克莱身上，我们很少看到这一情况的发生。无论是接到正常的传球，还是接到糟糕的传球，对克莱来说仿佛没有影响一般。一般来说，右手球员投篮时一般右肩是朝向篮筐的，克莱也不例外。作为一个出色的接球投选手，为了最大化出手速度，克莱在接球准备投篮的脚步调整动作非常有讲究。一般他接球投篮时，脚步调整分两种情况。第一种就像这里，在接球前，克莱向左侧跑动，在接球前他会以内侧脚为轴。由于他向左侧跑动接球，他的右肩已经面向篮筐，所以一旦他接过球，他就能立刻蓄力下蹲起跳完成流畅的投篮。第二种情况就是当他向右侧跑动接球时，这时候他的右肩会远离篮筐，因为他是右手投篮，这就让他的投篮变得困难。所以当他向右侧跑动接球时，变化就来了。这时他会以外侧脚为轴接球，这样就使他在接球转身时更舒服。之后接一个小跳步，把右肩往篮筐方向送，完成投篮。其实用外侧脚为轴接球投篮并不常见，但不管外侧脚还是内侧脚，克莱都可以熟练运用，以至于他能非常完美地掌握接球时机。而接到球之后的处理动作同样重要，尤其是定点接球投篮时，他会把左脚放低，降低身体的重心。就像这里，他在接球前他就已经压低左腿了，所以这就让他一旦在接球后可以随时发力起跳完成投篮。克莱投篮前的篮球下沉非常深，无论对手传球质量的好坏，克莱都会迅速沉球做投篮前的准备工作，基本很少见到运球再调整的动作。比如这个球，在接球的同时，他的手就已经悬在腰间了，眼睛早已经丢着那宽如大海的篮筐了。再看一下克莱的沉球动作，沉球过程中身体略轻，臀部放松，上身与下身基本保持在90度垂直，上半身的准备动作为他提供了更多的投篮上升力。克莱在投篮时，两脚间距是宽于两肩间距的，这和大部分球员都不同。大多数球员在接球投篮时，多采用较窄的站姿，而运球投篮时站姿比较宽。但是克莱不论是接球投篮还是运球投篮，基本上都是采用比较宽的站姿。接下来说说他的投篮技术。克莱的投篮方式与库里相同，都是采用了 one motion 投篮。这样的投篮方式不仅速度快、射程远、弧度高，而且有着不俗的投篮精准度。不过克莱的投篮细节不同于常规投篮动作，他的投篮出手点较高，弧线较高。就像这里，篮球位于他的前额处，贴近他的右脸，在出手点处，他的上臂与身体保持非常标准的90度夹角，同时在双脚离地前，篮球就已经到了他的出手点，在起跳的过程中把球投出去。虽然他有固定的投篮出手点，但是他在出手点几乎没有停顿，使他能够最大化利用下半身的动力，还有沉球时产生的力量。如果在他背身后仰时，他的出手点则会抬高，避免被封盖。就像这里，为了防止封盖，他的出手点调整到了额头上面完成出手。虽然投篮姿势配合他2.01米的身高，一般锋线球员都无法封盖，更不用说是得分后卫了。虽然相比其他射手，他更加正对篮筐，但有时候还是可以看到他在空中调整动作的。这也分2种情况，一种是水平面的调整，一种是垂直面的调整。前面我们讲到，克莱会在接球前通过脚步调整，使得右肩朝向篮筐。在一些情况下，克莱背身强吃或是脚步乱了没有调整好时，右肩和右脚都处在身体后侧时，这时他就会在空中做一个水平的扭转动作，使其右肩来到身体前侧，身体朝向篮筐完成投篮。另一种情况是在超远3分的情况下，因为在较远处，他会利用身体的力量来增加射程，
这使他的出手后落点比平常要靠前，所以克莱会做垂直的下半身旋转保持平衡，空中转体出手。克莱很多次出手会有双腿大幅度张开落地的情况，这类似科比后仰跳投踢腿的习惯。通过这个动作会为他提供非常强的稳定性，并且在篮球出手的一瞬间，即使是空中转体高难度出手，克莱整体投篮姿势也保持得非常完美。如果说库里是一个三分怪物，那么克莱就是一名将我们所有已知的基础功训练到极致的三分手。或许人们都被克莱只会投三分所迷惑，在防守方面他也有着非常出色的表现。他的身体优势可以防守场上的任何位置，尽管是中锋，克莱也可以顶一下。他曾多次担任防守对方进攻核心的任务，下肢力量足，防守意识出色，让克莱在勇士防守体系中做出了不小的贡献。他曾在18至19赛季入选最佳防守阵容，或许这就是对他防守能力最好的褒奖了吧。虽然克莱接连遭遇了2次大伤，缺席了整整2个赛季的比赛，在伤愈归来后，由于身体因素，防守可能会下降，但克莱的三分能力对于勇士来说依然价值千金。最起码克莱回归之后，库里应该不会再遇到 Box One 了。克莱依旧是金州勇士不可或缺的角色，没有了他，勇士的比赛似乎少了些东西。虽然现在球队的阵容发生了很大的变化，没有了杜兰特，迎来了维金斯，但是追梦和库里还在，伊戈达拉还在，卢尼还在，科尔还在。待到他回归，必然会迎来一个更加完。赛后接受采访中谈起了自己的偶像科比布莱恩特，我听他讲的经历，季后赛、成为传奇和每一步走过的路。布克回忆道，我还看到球馆上方的8号和24号球衣，还有球场里那些灯光，我感到有一束光照到我的身上，我知道他就在那里，我知道他就在球馆里，也知道他会为我感到骄傲。那场比赛，布克首发出战46分钟，22投15中，砍下47分11篮板，大号2双数据。4年前面对塞尔提克，这个初出茅庐的小伙子全场砍下70分的表现，着实惊艳到了我。直到今天，迈进总决赛的布克成功证明，他是一名出色的得分手。他得分能力实在太全面了，中距离投篮，略带成熟味道的3威胁动作，上篮、抛投、飘逸的3分，还有那最熟悉的后仰跳投，很像他，不是吗？布克是一名进攻万花筒，他总是能在每个区域自如得分。某些时刻，他会成为一名超级巨星，开启了他的领域。疯狂的得分模式，没有人可以阻止他。我在观看他的比赛时，会有很多疑惑，很多看似不合理的出手，他确实能命中。1次2次，我们还能用运气为其解释，但每个夜晚，我们都可以看到他完成那些不合理的投篮。布克得分的背后隐藏了太多秘密，这影片就让鲈鱼为大家揭晓德文布克轻松得分背后的那些秘密。从我们最想知道的部分开始，德文布克的中距离投篮，这是一个被人遗忘的武器。我很少看到一名球员专心将这门技术修炼到极致，布克正在这条路上。作为一名高产量高效的中投球手，本赛季的布克在长2分区域可以投出513记中距离，以58%命中率投进295记篮球。即使面对防守双人包夹，布克在底角狭小空间内依然能命中高难度投篮。这不是他第一次这样做到了，就让我们从这个回合讲起。布克在投篮时会将篮球高高举过头顶，他的手感很柔和，与科比的亚万不同。布克在中距离出手时更像是将球拨出去。如果我们仔细观察，德文布克是有2种投篮姿势的。他在3分出手时会将篮球举在额顶前的位置，最后出手，这和他中投的出手位置大不相同，但却是很多 NBA 球员的共同爱好。他们在中距离投篮时很喜欢将出手位置固定在头顶上方区域，这其中更依赖腕部发力带来的投篮会稳定许多，即使在空中漂移，他们也会命中。当布克准备投3分时，他的出手位置与利拉德很相似，出手3分球更多依赖下肢力量进行发力。他们总是在研究如何将下肢力量顺畅地传导至篮球，这很像甩鞭效应。我们手部向鞭子发力，鞭尾部发生形变是最大的。篮球就像鞭尾，当我们用下肢发力投3分时，会发现我们的射程可以足够远。这也是库里、利拉德这些出色的远距离射手
时常命中一些不可思议投篮的秘密。你会发现，随着投篮距离越远，他们的出手点就越低。相比较投篮手法，布克最聪明之处是他懂得如何创造投篮空间。接下来，让我们看看布克如何通过运球技术创造投篮空间。他会用尽一切办法跑到投篮区域，借助队友挡拆，会自己创造空间。我想为大家介绍的是布克最擅长的运球变向、推球变向，这帮他很好的避开了前面的防守。让我们先完整的看完这一回合，你会发现布克接过掩护后，从左侧移动到右侧区域，运球很流畅。当我们看他动作时，好像并不是一个普通的体线变向，篮球依然在左手上。布克向右移动时，左手会向他行进的方向将篮球推出去，也就是我刚刚提到的以推球的形式完成变向。我们再看这个回合，他真的很聪明，总是能在狭小空间内找到投篮机会。绕过掩护后向右侧移动，这帮他避开了跟防球员波普，假动作骗到了小加的封盖，2+1也就打成了。布克从绕过掩护到出手投篮这期间，他没有调整过自己重心位置，腿部弯曲幅度几乎保持一致，这也是推球变向带来的收益。他并不需要像体线变向大幅度降低球员重心。当我们尝试使用运球快速完成横移动作时，这很困难。布克会将球推到横移路线上，这为他省去不少调整重心的时间，当然也为他中距离出手准备了更多的出手区域。当布克发生横向移动时，他的运球并没有结束，可以继续运球，也可以像这个回合投篮假动作欺骗防守，这为他提供很多出手选择。当然，推球变向也可以帮助他快速摆脱面前防守。行进间的推球变向让防守很难跟上他的速度。他也可以用体前变向运球，但为了避开卡鲁索干扰，需要将球保护距离自己非常安全的位置。布克就需要多一次运球，体前运球后将球运到右手，再将球向前拍出，这不足以让他甩掉卡鲁索，但推球变向可以为他省去很多时间。我们可以注意到，德文布克跑到禁区时，卡鲁索只能在他身后目送布克登上罚球线。有一点值得我们关注，布克在使用推球变向时都是在行进期间，他不会在启动第一步运球使用推球，而是更喜欢在运球1到2次后衔接一次推球变向。如果第一步就使用推球，只会将球过早暴露在防守面前，甩不掉防守不说，掉球也是很容易出现的情况。并且布克的护球手保持在一个很好的位置，可以快速挡掉防守的截断手，也可以快速合球，在推球变向后马上衔接合球动作完成投篮。他合球完成的太快了，以至于防守很难跟上布克的出球速度。当德文布克来到中距离领域时，防守会变得很苦恼。布克非常喜欢行进间急停跳投出手，他可能会使用跳步投篮，行进间小跳步投篮，这帮他很好的远离防守。所以防守为了跟上他，时刻要做好加速准备，但这又很可能掉入另一个陷阱。他很擅长使用一些投篮假动作。布克移动到这片区域，很多时候他会停球做一个假动作，但这并没有影响到他，哪怕防守没有失位，他依然可以命中投篮。当然，如果你上当了，就要付出一些代价。布克在做假动作时，他会用上肢的投篮尝试欺骗防守。如果我们注意看他的下肢，布克依然保持很低的重心，他很少会使用下肢的假跳动作欺骗防守。这是为什么防守没有上当时，布克依然能命中投篮。他不需要再完成一次沉球的重心降低过程，他的下肢、膝盖的弯曲度时刻就在准备着，随时随地可以完成投篮。这还是布克的冰山一角，他的3威胁与低位单打同样具有很高的效率。如果小伙伴们喜欢，可以在评论区留言，说出你想要看的技术分析或者球队的战术分析。你们认为布克是现役最想科比的球员吗？以上就是本期影片的全部内容了。如果你还没看够，想要了解更深度的战术分析，那就点点订阅，卢与我期待和你一起上球。